热水泡脚到底是养生还是慢性自杀，对五类人有害无益。孙爷爷今年68岁，身体一直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腿脚不灵活，还经常觉得脚凉。冬天一到，听老友们说泡脚能活血暖身，养生保健，他也跟着买了个泡脚桶，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。孙爷爷想着，水温越高，效果肯定越好，于是每次都加很多热水，泡的脚通红，感觉特别舒服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发现脚背上起了几个水泡，但没有太在意，用针挑破后继续泡。可没想到，水泡破了后不仅不见好，反而越烂越大，还发红流脓。孙爷爷这才急匆匆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医生告诉他是严重的感染，再拖下去可能会面临截肢的危险。泡个脚而已，怎么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？是不是水越热，时间越长，效果就越好呢？一、热水泡脚的养生功效。泡脚这件事，乍听起来有点老派，但其实背后的养生道理并不简单。古人常说热水泡脚胜似吃药，这话不无道理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冬天一到，晚上泡个脚，那感觉真是从头到脚的舒服。热水一烫，脚部的血管受到刺激就会扩张，血液流通速度加快，不仅能让双脚暖和，还能让整个身体的循环都跟着活跃起来。尤其是下肢血液容易淤积的人，泡脚的确可以帮他们缓解腿脚发冷的状况，甚至对小腿浮肿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除了改善血液循环，泡脚还能让人放松。泡脚的时候，整个人处于一个放松的姿势，温热的水包裹着脚，身体也会自然而然的松弛下来。这时候，身体的紧张感和疲劳感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，特别是腰背疼痛、肩颈僵硬这些常见病，通过泡脚是可以有所缓解的。你泡脚的时候，是不是还喜欢加点按摩呢？双手在温水里搓搓脚趾，按按脚底，这些动作对缓解压力和疲劳都有帮助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泡脚还能促进睡眠质量，这点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。大晚上泡脚后，那种全身暖洋洋的感觉，往床上一躺，眼皮都开始打架，睡意自然就来了。不过，泡脚只是帮助入睡的方式之一，能否真的改善长期的失眠问题，还得结合个人的作息和生活习惯。有些人喜欢在泡脚水里加些药材，觉得这样能让效果更好，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。像是艾叶这些中药材确实能有活血祛湿的作用，但也不能盲目乱加。毕竟药材是针对不同体质和病症的，如果自己对这些药材的功效不清楚，胡乱添加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泡脚的好处听起来不少，但有些人也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。比如，很多中老年人有腰腿痛、关节炎这些毛病，泡脚或许能让他们感觉舒适一点，但真要治好这些病，还得看医生。总的来说，泡脚的确能带来一定的养生效果，但这种效果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。掌握好水温和时间，避免让身体过于劳累或者受凉，同时注意脚部的卫生和保养，这样泡脚才能成为真正的养生之道，而不是无用的心理安慰。二、泡脚不当的危害。别看泡脚这事挺简单，要是没弄对，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，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。比如，水温太高的话，不但容易烫伤皮肤，还会让毛细血管扩张的过于厉害，可能引起头晕、胸闷等不适症状。高温一刺激，血压波动可能加大，说不定泡个脚都能泡出个突发状况来。还有些人泡脚时间特别长，觉得泡久点效果更好。其实脚泡的时间太长，皮肤会变得很脆弱，这就为细菌滋生和感染提供了温床。特别是脚上本身就有小伤口或者皮肤破损的情况，长时间浸泡更容易导致发炎、溃烂。泡脚水里乱加东西也是个问题，但问题在于不同的添加物针对的症状和体质不同，乱加不仅没效果，可能还会刺激皮肤，引起过敏或者其他不良反应。有些人习惯在泡脚的时候猛搓脚，或者用力按压足底，以为这样能更好的刺激血液循环，其实这种方式也要小心。脚底有许多敏感区域，过度按摩可能会造成局部肌肉和韧带损伤，尤其是一些本身有脚部疾病或者骨质疏松的人，猛按乱按可能不仅没有起到保健作用，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。这还不算完，
泡脚的环境也是关键。如果泡脚时环境过冷，脚从热水里出来时骤冷骤热，很容易让血管快速收缩，增加感冒或者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风险。所以泡脚虽小，学问却大。了解自身情况，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别盲目追求热酒或者乱加东西，这样才能让泡脚成为真正的养生好习惯，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埋下健康隐患。3. 不适合泡脚的5类人群。不是人人都适合泡脚，有些人看似养生，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坑。尤其是以下5类人，如果没注意这些问题，泡脚不仅没好处，反而有可能把自己泡进医院。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，这类人群特别需要小心。很多人以为泡脚能缓解腿脚的麻木和不适感，但实际上，糖尿病患者的脚部末梢神经对温度的感知能力差，往往感觉不到水温过高导致的烫伤。脚部一旦出现小伤口或溃疡，愈合能力又比较差，感染的风险大大增加，很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足。第二类是有下肢动脉硬化或闭塞的人，这些人本身腿部血液循环就不好，泡脚时水温一高，虽然看似能让脚变暖，但实际上会让动脉的血流更加困难，导致缺血的情况加重。所以，如果有下肢血管疾病的情况，泡脚真的不是一个好选择。第3类是不适合泡脚的静脉曲张患者。很多人觉得泡脚能缓解静脉曲张带来的酸胀和不适感，但事实上，热水泡脚反而会让静脉更加扩张，增加血管的压力。如果长时间泡，可能引起静脉曲张进一步加重，甚至导致皮肤溃疡。第4类是不适合泡脚的足癣患者或其他脚部皮肤病患者。用热水泡脚可能让人感觉痒感缓解了，但实际上热水会让皮肤的水分流失更多，反而会加重干燥和脱皮的症状。如果皮肤已经破损，热水泡脚更是可能引发细菌感染，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。第5类是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，这类人群泡脚时，水温过高或泡的时间太长，可能会引起血压波动或心脏负担增加，引发胸闷、头晕，甚至出现心血管意外。总之，泡脚虽好，但要看自己是否适合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选择正确的养生方式，才能真正受益，而不是自以为养生，实际上伤身。对这些高风险人群来说，安全比舒服更重要。4. 如何正确泡脚？泡脚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有不少讲究，想要泡得舒服又健康，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泡脚方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泡脚真正成为一种有益的生活习惯。泡脚的水温最好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，不烫手但又感觉温暖才是最合适的。如果水温太高，不仅容易烫伤皮肤，还会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过度，可能会引发血压波动或者心脏不适。冬天天气冷，泡脚水温可以稍微调高一点点，但最好别超过45摄氏度，超过这个温度就有烫伤的风险了。时间也是个关键点，每次泡脚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最为合适，泡得太久会让皮肤变得脆弱，增加感染风险。尤其是睡前泡脚，泡完之后应该适当休息一下，让身体自然降温再上床休息，这样才能帮助睡眠，而不是让身体处于过热的状态影响入睡。泡脚的环境同样不能忽视，泡脚时最好在温暖的室内进行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室内温度过低的话，从热水中抬脚出来后，可能因为冷热交替太快，导致身体不适。很多人喜欢在泡脚水里加点东西，比如姜片、花椒或者一些中药材，觉得这样能增加效果。如果是想祛湿，可以用艾叶泡脚，要是觉得气血不足，加点当归或者黄芪效果会更好。注意泡脚时的姿势也很重要，双脚最好能完全浸泡在水中，水位高过脚踝，这样才能充分放松小腿的肌肉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边泡边用双手轻轻按摩脚底或者小腿，效果会更好。对一些特殊人群，比如糖尿病患者或者有下肢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泡脚更需要多加小心。水温一定要低一点，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，而且泡脚前后要仔细检查脚部有没有破损或者异常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别让泡脚变成了泡伤。只要掌握好水温、时间、环境和姿势这几个要点，再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，
才能把泡脚变成一种真正的养生习惯。结语：热水泡脚到底是养生还是慢性自杀？看似简单的养生方式，其实隐藏着不少学问和风险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泡脚确实能够改善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促进睡眠，带来一定的健康益处。糖尿病患者、下肢动脉硬化者、静脉曲张患者、足部皮肤病患者以及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，泡脚时尤其需要注意。对这些人群来说，泡脚不仅不能改善健康，还可能加重病情，甚至威胁生命。正确的泡脚方法需要掌握合适的水温，控制时间，选择良好的环境，并且注意泡脚姿势和添加物的使用。只有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，科学的进行泡脚，才能真正享受到它的养生功效。